与此同时，外界注意到，北约峰会公报也表示，北约将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中国保持建设性的对话，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方面与中国接触。一些欧盟国家领导人在峰会结束后也试图缓和北约的对华强硬立场。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北约将中国列为系统性挑战的决定不应被夸大，因为中国在某些方面也是北约的合作伙伴。法国总统马克龙则表示，对华关系比军事议题宽泛得多，北约不可因此分散对其他许多挑战的注意力。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表示，我们并没有开启一场新冷战，中国不是我们的对手或敌人。与此前发布的 G7 峰会公报一样，北约的这份公报也是美国霸权主义和胁迫外交的产物。早在北约峰会举行前，不少西方媒体就披露说，美国总统拜登将向北约施压，要求对所谓的来自中国日益严重的威胁加大应对力度，希望能形成对华高压态势。有分析指出，北约的欧洲成员与美国在对华议题上确实存在分歧。华盛顿的一些政客越来越多地将中国视为头号对手，甚至是敌人，言必渲染中国威胁，正处心积虑将军事重心向所谓的印太地区转移。而大多欧洲国家则认为，中国并不在北大西洋地区构成直接军事威胁，而且中国是欧盟的重要经济伙伴。况且将矛头对准中国，会导致北约偏离威慑俄罗斯这一主要目标。他们尽管在一些议题上与美国站在一起批评中国，但是同时他们也知道，他们要保持相对独立的这样一个外交，他不能完全跟着美国走，这样的话就会丧失欧洲或者北约成员国的这样一个独立性。遗憾的是，在拥有30个成员国的北约内部，仍然是谁的胳膊粗、谁的拳头大，谁就说了算。北约的欧洲成员仍然要看美国脸色行事，在涉华议题上也面临着被美国带节奏的问题。近年来，欧洲越来越强调战略自主，但如果在涉华议题上一味的随美起舞，甘愿被华盛顿绑上反华战车，所谓的战略自主就永远只会是水中月、镜中花。中方一直将欧盟视为全面战略伙伴，始终坚定支持欧盟一体化进程，支持欧盟的团结自强，支持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周二外交部记者会上，法新社记者提问道，有评论称是欧盟方面阻止了北约在其公报涉华部分使用更强硬的措辞，中国是否认为欧盟和美国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欧不是制度性对手，中欧之间的合作远大于竞争，美国试图搞意识形态划线，搞针对中国的小圈子。中欧代表着多极世界两支重要力量，我们相信欧盟会不断增强战略自主，不会被别国错误的对华政策绑架。从赵立坚回应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中国对于欧盟与美国的态度有明显温差。赵立坚表示，中国对欧盟的政策一直保持延续性和稳定性，意思是中方是一以贯之的愿与欧盟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也是点醒欧方美方对欧政策的摇摆。如果再出现特朗普式人物，美国对欧政策将面临不确定性。赵立坚还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支持欧盟的团结自强，支持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这像是在对欧方喊话，希望欧方坚持自己的外交独立性，不要做美国的反华附庸。实际上，对于大多数欧洲国家而言，来自俄罗斯方向的压力仍然是其最关心的话题。Allies welcomed today's consultations with President Biden ahead of his meet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in Geneva. Our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is at its lowest point since the Cold War, and Moscow's aggressive actions are a threat to our security. 北约峰会在公报中指出，俄罗斯的所谓侵略行动对欧洲与大西洋安全构成威胁。北约强调会对俄罗斯的核武增长作出回应，同时要求伊朗停止所有涉及弹道导弹的活动。此外，北约各国同意加强防务预算，以应对俄罗斯。双方在军事上、安全上的准备和紧张的态势仍然会继续延续下去。那么同时呢，由于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他试图去重新这个强化对于北约的这样一个安全承诺，也有可能会加强一些实质性的援助。那么这也就使得美俄关系将再次成为北约的这样一个主要议题。
对于欧洲盟友的忧虑，拜登重申美国对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的承诺，并表示北约对美国非常重要。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款，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包含对于一个或数个缔约国的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的攻击。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5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没有重申对第5条款的承诺，打破了美国总统的惯例，引发外界惊讶。21世纪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北约本身来讲，它没有太多存在的价值。那么，尽管拜登政府多么想要把北约推上与俄罗斯对抗的前线，但是北约内部实际上仍然有很多的讨论，他们对此是保持谨慎的态度的。虽然拜登向盟友做出承诺，但美欧在包括各国防务支出、武器部署等领域分歧仍然巨大。2019年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一直有报道指出，美国想要在欧洲部署陆基核导弹等此前条约所禁止的武器装备。这不仅引发俄罗斯的警惕和强烈不满，也遭到了包括德国在内多个美国、欧洲盟友的反对。他们认为此举必将影响欧洲安全，不想因此成为美俄博弈的牺牲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北约无意在欧洲部署新的陆基核导弹。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此前援引2位匿名美欧官员的话报道说，在此次北约峰会上，北约成员国正式向美方提出反对北约在欧洲部署陆基核导弹。除此之外，在土耳其采购俄罗斯 S-400导弹问题上，美土之间也没谈拢。北约峰会期间，拜登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据俄罗斯卫星通网周二报道，埃尔多安向拜登明确表示，土耳其在采购 S-400导弹系统问题上的立场不变。2019年7月中旬，俄罗斯开始向土耳其交付 S-400防空导弹系统。美国对此强烈反对，认为这一系统将对北约构成严重威胁，并以推迟或取消向土方出售 F-35战机和实施制裁相威胁，要求土耳其放弃这笔交易，改为购买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但土耳其拒绝让步，并继续进行另一批 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谈判。有分析指出，受各自国家利益与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拜登政府急于恢复盟友的信任并非易事。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期发布调查结果显示，来自12个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受访者当中，超过80%的人认为美国并不是所谓的民主榜样。I think they were missing a kind of let's say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of the U.S. for being the democratic leader of the world. So I think that's why probably 80% said no. 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你好。北约峰会落幕，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首次将中国列为所谓系统性挑战，又说要保持建设性对话。那吴先生，您对此有何观察？纵观这几年的北约峰会，几十个首脑闹得最凶的，无非是出钱俄罗斯和中国。关于前两者，美国经过特朗普的最后通牒，还有拜登的软中带硬，大体上形成了北约盟友间的团结。但至于所谓的中国问题，实际是美国从18年起持之以恒塞进来的私货。从最初谈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再到谈论欧洲盟国用华为设备，再到今天所谓中国经济技术胁迫，反正美国以削减对欧防务责任为要挟，逼迫别国将中国问题纳入北约的力量调整的范畴，最起码也要以安全考虑来限制中国对欧的投资，并敦促盟友和自己一道把中国列入竞争性脱钩的黑名单。这种连外在压力都说不上的强制反华，难怪北约公报里的词句都写得如此晦涩难懂，敌友难辨。就像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过的，对所有的北约盟国来说，中国是越来越重要的贸易伙伴。北约各国需要在意识到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和不造成问题之间找到平衡。也正是这一认知的分歧，造成了北约盟国很难形成美国所期待的铁板一块。因为北约不能再树敌了，光对付俄罗斯就够受的了。就像哈佛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讲的，美国与欧洲试图达成新大西洋协议，也就是美军继续留欧，但责任降低，而欧洲呢，同意加强在中国的家门口，比方说南海，它的活动频率，并配合美国在贸易、技术、人权等方面对华施压。不过呢，
这一大交易的前提是欧美有共同的世界观，但这是不存在的。沃尔特直言，欧美要就中国崛起分工，动力何在？这没有答案。中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5，年增长的贡献率是达到30%。中国注定是世界和平发展的稳定之锚。某些人所说的脱钩或者对冲，除了自残没有任何意义，也注定找不到更多的伙伴。